你的滑板鞋是不是还在出羊刀加青雨？都错了，双羊刀才是花仙体系下滑板鞋的神装。认真看完这个视频，超简单且强烈的公式玩法，轻松上手，祝你的板鞋猛猛连击。花仙子的羁绊说明对应着两大要素：一、高额的血量；二、特殊装备。这两大要素看似平平无奇，实际上极大的影响了我们对海克斯的选取思路。首先是高额的血量，与血量有联动的海克斯表现都非常好，如为死者复仇、激昂墓之名、不可撼动、大而有力。这些海克斯要么提供抗性，让你的血量更金贵，要么按照你血量的数值提供增幅。由于花仙子血量数值本身就很高，所以增幅也就更高。特殊装备冠冕和王铠对应着滑板鞋和洛的一件神装，此时我们只需要4件装备就足以满足一个主 C 和主坦的装备数量，而一局游戏在没有特殊城邦海克斯的干预下，约等于6件成装，剩余2件足以我们补出重伤和破甲。我们来看看板鞋8级的构筑，除了板鞋和洛，其他的棋子基本都是挂件辅助的角色，你为他们补充装备的提升是很小的。通俗的说，你选择装备类海克斯的收益受限于你阵容的原因，提升很小，比不上其他的战力海克斯或者竞技海克斯去找5费卡的上限。所以我们在选择海克斯时要避免装备类的。有的小伙伴会说，那我后面会有青钢影和莫甘娜带装备，怎么会浪费呢？我们先不考虑这把游戏是不是优势局，能不能上9，青钢影莫甘娜能不能2星的问题，一般上9的时间点在5阶段后，此时后续的选秀和野怪会为你补齐第2个副 C 的装备，且后期有米利欧做装备补充，无需在海克斯上做投资。我们会有大量的时间点停留在8级，稳定好8级的战力才是上9的基础。聊完海克斯思路，这么详细的解析，兄弟们记得点个关注。我们再来看看阵容具体是如何构筑的。8级无转职版本，5张花仙子加人马武器3魔战，时光2复苏。有转职版本，下掉小炮换巴德开3复苏。没错，即使有转职8级也不开7花仙。如果你想要开7花仙，你要么舍弃3魔战，要么舍弃2复苏2时间。3魔战对板鞋的提升是很大的，且武器和时光的回复可以帮助洛的坦度提升一大截。滑板鞋的伤害依附于普攻次数，搭配上羊刀，洛扛的越久，滑板鞋的伤害也就越高。7花仙要舍弃的构筑太多，且另一件花仙装备也是给挂件佩戴，性价比不高。9级无转职，补充1张莫甘娜，小炮换米利欧，武器换卡米尔。9级有转职，下掉时光开7花仙，转职和第2件挂眉给莫甘娜，此时副 C 莫甘娜只需补充1件装备就3神，额外的装备给到米利欧青钢影。过渡上直接空城板鞋，我们直接从北美突围赛 KLS 第一视角看看这套阵容的强度。这盘游戏有 S10 全球总冠军米拉拉和各大美服前10王者，对局强度绝对在线。首先开局你需要一个适合连败的或高竞技的海克斯，如开摆、失败变强、冲榜战士、天降金币、上进心等。接着2阶段直接空城连败，拿羊刀散剑。坦克装凭借选项多，优先做出羊刀。3阶段随便补充点卡混一混，野怪直接启动，抽干金的牌库，不要贪利息，等到4-A 和其他愣头青抢牌，有同行直接抽干。板鞋洛双2上9，按照前面的推荐阵容上牌即可。可以看到4阶段轻松连胜，上9补充上限，亦可在这样的高压局中吃鸡。大师分段以下非常推荐连败玩，简单超模。板鞋双羊刀加冠冕，洛通用坦克装加王铠，破甲加重伤，米利欧的启动装，青钢影的战士装，莫甘娜的法坦装。感谢你的观看，如果觉得对你有所帮助，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